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佛陀在涅槃前曾给大众留下了4句遗训。这4句遗训可以说是为我们后世的学佛者指明了正确的学佛方向。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，其实除了4句遗训外，佛陀在涅槃前还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：一切众生是业所化，众生就是你的业障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佛陀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呢？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慈城罗珠堪布仁波切对这句话的开示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佛陀的这句话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含义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佛在大悲经上曾经说过，所有世界是业所作，是业所化，一切众生是业所作，是业所化，业力所生。之后佛又在《佛说第一义法圣经》上说道，不离众生有业，不离业有众生，众生是业，业是众生，汝当知之，众生界者，不增不减。为什么你能看到众生却没看到佛？因为那是你的业力所致，有业看佛是众生，无业看众生是佛。所以普贤菩萨的愿力是众生不尽，忏悔不尽。因为众生是业，他要把所有业都忏悔掉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佛怎么还在度众生呢？难道佛还有业，所以能看到众生不成？这其实是你的业力化现出自信佛在度自信众生的场面所致。佛和众生其实都是你的业力造作幻化相。所以佛在《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》上说，众生看到佛涅槃就以为佛要入涅槃，其实是他自己的业力映化出来的景象罢了。禅宗的开宗经典《楞伽经》上也说道，无有佛涅槃，亦无涅槃佛。金刚经中也这么告诉我们，度尽一切众生，而无众生得度。你度的不过是你的一个一个妄念入涅槃，你度的众生都是你的业力所化，是你的自性众生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你度来度去，其实度的都是你自己。这里还有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就是无论佛菩萨怎么昼夜度众生，众生始终不增不减。这是文殊师利所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里文殊菩萨告诉舍利弗的，也是佛主动在《佛说第一义法圣经》里提出来的。不离众生有业，不离业有众生，众生是业，业是众生，汝当知之，众生界者，不增不减。你想啊，有业才有众生，有众生才有佛度众生，离开业力就没有众生，也没有佛度众生啊。你消除了自己的业障，你还能看到众生吗？看不到众生，还怎么度众生？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实无众生得度，又说如来无所来，亦无所去。来来去去的，其实都是你业力映化的一个自性如来在度自性众生，度完又涅槃。你一直就在自性自度，自己去化无量众生，又去化无量佛度众生，永远没个尽头。菩萨虽然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是他不得不度众生啊，因为不度就不能入无余涅槃。他的这些自性众生在外头打妄想，他就没办法一直坐定，所以他就天天去度众生了。这就是罗汉不度众生，最长8万大劫就要心动出定的秘密。所以须菩提在《金刚经》上第一个就问了佛陀他一直痛苦的一个问题。都知道罗汉不度众生，罗汉不发菩提心，可罗汉为什么不度众生？为什么不发菩提心？罗汉到底发现了什么？所以为度众生，为发菩提心，就早早去入定心不动呢？于是须菩提代表罗汉提了这个疑问，度化众生就要心动，心要动怎么办？就是发度化众生的菩提心，可这心放哪儿啊？佛陀就给他说，度尽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得度，这样才安心啊。起初须菩提没搞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于是佛陀就一层一层帮助须菩提破。须菩提一听，终于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都是被业力蒙住了。
所以你看佛是众生，你看净土是娑婆。你知道地狱是业感自然生，是个幻境，那你知道不知道地狱之外的其余五道，包括你现在所在的人道娑婆世界，也是业感自然生，是个幻境呢？这六道既然是幻境，六道众生是不是幻境，是不是幻众？这就是圆觉经告诉你的，知是空华，即无轮转。圆觉经又说，知幻即离，意思是终于知道这些都是假的，轮回梦醒。所以佛看普贤菩萨是个老实干活度化众生的人，而度化众生就免不了挨骂受气的嘛。于是佛就特意为普贤菩萨说这个知幻即离，意思就是谁骂你，你就观幻他，观他如梦如幻，立马就不气了。那么既然一切法毕尽空寂，为什么要有施为呢？这是为利众生故，怜悯众生故才有施为。怜悯众生不知道本来是无生无灭，没有六道轮回，没有地狱恶鬼畜生，而虚妄堕入地狱恶鬼畜生，实在可怜悯。有人看到这儿可能会问，既然没有六道轮回，那到底是什么在轮回？难道是我们的妄念在轮回不成吗？大家不妨想想，禅宗里头老念叨一些耳朵都听出茧子的词，水月道场，空花佛事。水月和空花都是幻的，也就是说道场是幻，佛事是幻。换道场换佛事用来做什么呢？用来度幻众啊。众生是业力幻化，那众生也是幻，幻法度幻众。度化众生原来是演一场幻法度如幻众生的戏。如果不知道是演戏，不知道众生从哪儿来，不知道度的是自性众生，不知道度的是自己的话，那么就落到四相里头去了，就等于跑回到前面须菩提的那个大痛苦里面去了。而当大乘菩萨修到第八地的时候，会有三种转化或者三种清净，这三种清净当中有一种就是五根清净。五根清净时看到的万事万物，包括我们的娑婆世界，都与极乐世界东方琉璃光佛的沙土一样庄严。佛告诉我们，实际上这个世界永远如此，从未变化过。因为凡夫有烦恼障、所知障，所以被障碍掩盖了世界的真正面目。当修到第八地之后，五根清净了，才开始看清世界的真相。世界的真相又是什么呢？就是密宗里讲的佛的坛城。佛陀在很多显宗经典当中也讲过，比如维摩诘所说经的缘起当中就讲得很清楚，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：一次释迦牟尼佛在传法时讲到，诸位菩萨如果想感受外境的清净，就应当自净其心，心净则外境清净，修行至心净之时，外境也会随之而清净。当时舍利子也在佛陀身边，他心想，娑婆世界这么不清净，难道释迦牟尼佛的心仍然没有清净吗？佛得知他的想法后，便反问舍利子，生盲看不到日月，这是日月的过失还是盲人的过失呢？舍利子回答说，是盲人之过，而非日月之咎。因为盲人没有眼睛，所以看不到日月，而不是日月不存在。佛又说道，娑婆世界的本体永远是清净的，但凡夫就像盲人一样，始终无法看见。此时一位从其他佛刹来至娑婆世界听法的菩萨说道，我现在所见到的这个佛土就是清净的。舍利子不以为然，就反驳道，此佛土是不清净的。于是他们二人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正当难分难解之际，佛以神通显示了娑婆世界的本来面目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目睹到，娑婆世界就像西方极乐世界等诸佛沙土一样，十分清净庄严。之后佛陀告诉大众，我的世界本身就是这样，永远都是这样，只是你们没有看见而已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才有了这么句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有人会问，那么修持升起次第时，一般要观想本尊相以及佛的坛城，这又有什么作用呢？凡夫因为被无明所遮蔽，
所见所及全都是不清净的现象。通过密宗的见解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这一切其实都不是实在的，是幻觉，是本来清净的。对此，显宗也认为，八地菩萨眼中的外气世间是很清净的。具体怎样的清净呢？弥勒五论的经庄严论里曾讲过，菩萨到八地时开始转世成智，当其五根时转化成智慧以后，所见就如同极乐世界一样，地面不再是土石瓦砾，而是琉璃珍宝等等。其实在人们心中，所谓琉璃的概念也是不清净的，但因为人们喜欢琉璃等珠宝，才将清净沙土形容成琉璃等珍宝的样子，这是针对人们的喜好而言的。实际上在菩萨的境界中，一切都是智慧的现象，非常清净的现象。所闻是妙法音声，所饮是甘露。当然，凡是言辞所能传递的，都属于分别念的范畴，都无法真实的表达菩萨的境界。而世界的外面并没有人，所有外在事物都是你内在投射出来的结果。因为一切能量的来源都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自己创造了我们的世界。正如老子所说的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里的一指的就是个体，首先我是一切的根源，而我看到的只是我要让自己看到的东西。比如看到悲伤，便能沉浸于悲伤。如果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之为胜态。就像我们的人体会因为惯性自然产生相应的优胜劣汰，这样理解起来比起老子的话就容易理解多了。可是其中的玄妙还是不能完全从物理学的角度去理解的，用无为来形容才最为恰当。天下事物的来和去都有它自然的规律，该来的时候会来，该走的时候会走。事物的来带不来你需要的任何东西，也带不走任何东西，你所需要的只是看见你自己，因为外面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